正月15的元宵节终于落下帷幕，这个节日也是春节的最后一抹余温。这天之后，从正月16开始，春节就算是彻彻底底的过完了。需要努力工作的牛马，其实早在正月初期就陆续返回岗位，但从小学到大学的孩子以及学生们，都是在正月15之后才陆续开学。整个社会也将彻底结束春节的影响，进入到新一年的工作生活之中。萧初然公司变得更忙了，倒是叶晨一下子闲了许多。他没有再关注破青会的驻地，也没有让李亚林继续寻找破青会驻地的线索。毕竟在大换血之后，他已经失去了收服整个驻地的可能。下次无论再去哪个驻地，迎接自己的只有为家人血战到底的萧齐卫和死士。他不怕那些普通武者的群起而攻，他只是不想为了削弱吴飞燕的力量，就对他们大开杀戒。有些人推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底层逻辑，觉得建功立业者就是要不拘小节，不在意其他个体的生或死。但叶晨不行，他做不到那般冷酷，所以他索性就不再对破青会的驻地打任何主意，不如好好休养生息，同时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林婉儿那个能救命的戒指，北欧夜空极光闪烁的坑爹手印，对他来说都蕴含着巨大的秘密。他想找个机会闭闭关，好好钻研一下这两件事，看看究竟是什么路数。只是闭关哪有这么容易，有时一入定就忘了时间的流逝，眼睛一闭一睁，搞不好1礼拜或者半个月就过去了。要是在家里闭关，怕是要被家里人送去医院抢救；要是离开家去外面闭关，家里人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自己，还不得急死。无奈他也只能把闭关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正月的月底，长鹰汽车的贺远江给叶晨传来好消息。在电话里，他告诉叶晨，长鹰汽车第1款车的 1.0 版本样车已经在收购的高恒汽车总装厂秘密落地，想邀请叶晨到高恒汽车总装厂参加内部品鉴会。叶晨很是惊讶，问他，贺教授，第1款车这么快就落地了？贺远江说，还远不止，这只是咱们试制的初代原型车，咱们只是先把 1.0 版本的车造出来，实际感受一下这款车的设计图和设计理念上有没有什么疏忽或者重大失误，空间使用上有没有什么之前没有考虑到的弊端，发现问题，改正问题，再进行 2.0 版本的生产。而且这个 1.0 版本的车是无动力的，我们只是先搭出一个框架，在主体设计上没有太大问题之后，我们再把动力单元布局进去，进行动态测试。说着，贺远江保证道，不过叶少爷放心，我们这边会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尽快提高速度。现在咱们集中大量人才和资源来做这件事，效率会非常快。叶晨称赞道，贺教授，长鹰汽车有您坐镇，我就踏实多了。言罢，他又问，对了，您说的样车品鉴是什么时候？一共需要多长时间？我抽空一定过去一趟。贺远江说，咱们收购的高恒总装厂离金陵不远，开车几个小时就能到，至于品鉴过程，大概也就5-6个小时。咱们把问题梳理出来，立刻就人工对原型车进行快速调整，几天之后修改版就能出来。叶晨琢磨道，开车几个小时，来回可能就得大半天，再算上品鉴，可能1天时间不够。要不这样吧，安排一下直升飞机，咱们直接飞过去，这样至少能节省5-6个小时，当天可以往返。贺远江微笑道，直升机通航成本高，我们没有开这个口子。不过既然叶少爷您说了，那自然就按您说的办。明天早上您方便吗？我提前安排好直升机，从长鹰汽车的金陵总部出发。方便，叶晨答应下来，道，明天8点我准时到。由于当天就能往返，叶晨就没有跟家里人打招呼。萧初然出门去公司之后，他便打车去了长鹰汽车的总部，在这里与贺远江以及几名核心高管一起，乘坐一架贝尔直升机，飞赴高恒汽车200多公里外的总装厂。
直升机抵达总装厂之后，工作人员便带着众人去了一个完全密闭的车间。这里有一块至少1000平米的空地，一辆造型前卫的运动轿车正安静地停在这里。整车的外观看起来很时尚，流线型设计的前脸，加宽的车体，升起的尾翼，将近30厘米的宽胎，都彰显了这辆车的定位就是以运动为主。贺远江对叶晨说道：“叶少爷，我们目前的产品规划是先上5座运动轿车，然后上5座运动 SUV。运动轿车的定价在20到30万人民币区间，运动 SUV 在22到32万区间。这2款车我们会把性价比拉满，让消费者感受到实打实的诚意。”叶晨问他：“贺教授说性价比拉满，我看这市面上不少车都说自己性价比极高，甚至有的车都是亏本在卖。我们要想做高性价比，难不成也要赔本赚吆喝？”叶晨不在乎钱，但在乎名声。他觉得长鹰汽车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市场认可，同时自己也能有一定利润。利润不是为了让自己赚钱，而是要证明长鹰汽车自身的产品力高，可以赚到钱。如果是赔本赚吆喝，那本质上就是一个失败的品牌，以及一次失败的尝试，会给自己爸爸的脸上抹黑。贺远江对他说：“叶少爷，其实市面上很多车企都是在偷换概念，他们说赔钱，那都是一种财务上的偷换概念罢了。很多车企会把前期硬件投入以及开发成本都折算成造车成本，这就好比他们投了1个亿开了一家高端酒店，每年能赚5000万，2年就能回本，明明已经是暴利了，但只要这1个亿的投入还没完全回本，他们都可以厚颜无耻地对外说自己亏损，对消费者说他们的房间卖1晚就亏1晚，完全是拿钱补贴消费者，让消费者以为他们的房间很有性价比，其实他们的房间利润极高。”说到这里，贺远江又道：“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贪薄利润，甚至让企业账面亏损，还会把公司一部分赚钱的业务拆分出去，同时再加大其他方面的投入。比如我刚才说的1个亿的酒店，1年赚5000万，虽然2年之后就能回本，但架不住他1年零10个月的时候又投资了第2家店，而且还把第1家店的餐饮以及其他赚钱的服务摘了出去，成立了一个别的公司来做。这样一来，他们第3年的账面还是亏损。”叶晨微笑道：“我明白了，这些企业其实是把启动投入的几十上百亿资金都折算到第1批消费者头上了。一辆车实际从制造成本来说，只要10万，然后卖30万，毛利20万，但由于前期投资了几十上百亿，每辆车都要摊上几十上百万的成本，这样一来，就搞得好像在亏本卖车一样。”“是这样的。”贺远江点点头，说：“所以我建议，咱们前期不要跟消费者玩这种偷换概念的把戏，别跟他们沆瀣一气。既然想做大做强，就一定要颠覆他们的潜规则，直接给他们来一招釜底抽薪。”叶晨好奇地问：“贺教授，您这是有计划了？”贺远江说：“叶少爷，我的打算是长鹰汽车不妨就像胖东来一样，我们直接把一辆车的成本全部列出来。首先是直观成本，每辆车的原材料成本是多少，生产成本是多少，税费、物流仓储以及管理销售的成本是多少，全部列清楚。然后是隐藏成本，比如这款车的设计成本、开模成本、产线成本，这部分成本，每一款车我们都按照50万台的销量来进行公摊。如果我们为这款车型的研发和生产线一共投入了50亿，那每辆车的隐藏成本就是1万元。一旦我们这款车的累计销量超过50万台，那就等于我们已经收回了前期投入的成本。所以从第50万零1台开始，我们的车价就要减去这部分公摊。把这些成本都列出来之后，我们再向消费者公示我们的税前利润是多少，确保我们的利润率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叶晨眼前一亮，说道：“这么卖车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就算是那么火的雷米汽车，
也没有公示过自己的研发成本以及硬件投入成本。对，贺远江说，现在汽车行业已经卷到极致了，大家都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优惠降价，但其实很多车的定价本身就是虚高的，就像那些进口品牌，30万的成本，先卖消费者100万，如果100万卖得好，那就启动终端加价机制，虽然定价是100万，但你不加10万20万，永远提不到车。如果慢慢发现没有冤种愿意加钱了，再按照100万的指导价进行销售，等100万也卖不动了，就卖80万、卖70万、60万甚至50万。我觉得这种做法就等于直接在自己脸上写下奸商2个大字，消费者的感官一定会非常差，对品牌形象也会有很大的冲击。既然我们是后来者，而且想后来居上，那我们就要做前人所不敢做或者不愿做的事情，索性直接把遮羞布解开，坦诚面对消费者。如果他们跟不上，那就活该被淘汰。